这个声音，那我们待会把它拆开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哇，现在因为我们涂了胶在这边之后，我们再来打开看看可不可以。恭喜各位，我们又省了一个轴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一颗圆筒使用的时候，突然间出现了异音，也就是说有奇怪的声音出现。我这边一直查，奇怪，为什么水流会突然间变小了？然后整个圆筒就开始出现咕咕咕咕咕的声音。后来我把它拆开了看，发觉到说这个里面是在哪里有声音呢？其实是轴心。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，把整个轴心打开，看它到底是怎么的才会出现异音。因为整个圆筒在处理上的话，你正常在运作，通常是不太会有怪声音出现，除非是你的棉已经堵住了，你整个水流已经都不通了，它才有可能马达要转得很用力才会出现这种怪声音。那这一颗的话，我已经先把它这个水先关掉了你一定要先把这个阀这边先切掉，要不然到时候水整个地上，你看刚才拆就整个都是淹水了。那就把它打开来看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好大台，不好开。来，现在这一颗里面有个轴心，这个就是轴心。轴心就是它整个马达的心脏，它从这边开始转的话，可以带动水流，然后透过那个一进一出，然后就直接出去。那当这个轴心假如说有异状的话，它声音就会怪怪的。来，我们先把那个电源给它打开。好，现在是还没有打开的状况，也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开了来，你是不是听到咕咕咕的声音？这咕咕咕的声音你就注意看，它这个叶片，这样那我对一下，叶片它只有在那边抖动而已。正常来讲，它是应该是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这样会转。那这也就是表示什么呢？它这个轴心应该是坏掉了。你看它会这样稍微动一下，要动不动，很像我们电风扇那种在处理是一样的。这就是这个声音，然后我们待会把它拆开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把它拆开来看，这个我看一下，这开跟关你要看清楚，这有一个 close， 然后这个 open， 这边有写，可是所以你要照那个方向去开。那开这个时候要小心哦，其实他们都有点紧哦，怎么这么紧啊？我的天哪！这是关，这是开，哇，那是拍亏呀！哦耶！哦，终于拔出来了。来，你看这个轴心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它是会跟另外一个套子会套在一起，然后这一颗它可能松掉，你知道吗？太松了。然后整个你看里面这边，它这个头已经套在里面，卡住了。不通，来我看一下，这个等一下这个磁石要用另外一个东西再把它挖出来，它这边已经跳掉了，所以它才会变成这样，一直空转，然后它转不到。原本是有一个东西是套在这边的，它转不到，它已经脱落了。你脱落之后，你就是这边咯，带动不了这个。那我们等一下来把里面这一颗把它挖出来。我们准备一只镊子，这个头要比较细小的这种。然后我们来开始把里面这个磁芯轴心把它夹出来，不是很好夹，你夹的时候出来，快出来！出来！
因为它这个带有磁性哈，所以你一个不小心，等一下又会再进去，所以你要夹得很紧，一定要上下这样夹紧，才可以把这颗抽出来。你看，来，有对到吗？就这个。这个这边呢，整个断掉了，这个塑胶部分这个整个断掉了，它就掉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轴，它原本是跟这个是合在一起的，它原本是这样，两个是原本是粘在一起的，然后这个。就是从这边可能转到最后的啪就扭力之后，把这边给弄断了，那整个就跑掉了。那这部分呢，我可能会用那个3秒胶先做修补看看动作，看救不救得回来啊。真的不行的话，这个轴心就要换掉了。要不然你看这个磁石，好，这个就是造成异音。你看它这样在转，对不对？然后带动不到它。你看，它带动不到，原本是带动得到，是可以这样动。那只要带动不到的话，就变成它转它的，它动它的，那就开始出现怪声音，然后水流就整个不见了。然后毕竟这个轴心是属于消耗品啊，也不可能说永久都不会坏掉。然后时间到，它就是得要再换新的。那我们先用 DIY 的精神来看看这一颗轴心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救得回来？然后我们就去。用那个快干胶去把它粘看，看可不可以啊？只要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换掉了。那当轴心没有坏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说奇怪，怎么转这么慢？有时候是这边里面啊卡了很多水垢，那垢一多的时候，那个轴心啊，在转的时候就会受到阻力，你水流就会带不通。然后你假如说再把它这个圆筒拆掉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把这些垢啊，到时候要把它洗一洗。让它整个是畅通的，它这个轴心呢、这个磁铁啊，在转的时候才会顺。一颗轴心哈、我们就先拿这个白棉哦，像这边底下这个啊，先把它洗干净。看到它这个磁石这部分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棉呢、给它洗一洗，沾水给它搓一搓，哇，钻木取。我们把刚刚弄好的这个，先把它擦一下，把它擦干，准备一个水族，我们在粘水草用的胶。因为身为一个水族人，手边有水草胶来粘这个是很正常的。来，这个比杜夫文来先放着，我们先粘这边，对一下胶，有没有对到？有。边这样把它涂一涂，不要挤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涂一涂，好，涂一点就好了。来，胶再把它盖起来。好，轴心拿起来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要连这个磁铁这边要粘了，然后连磁铁一起粘好了。来，我们来重来。刚刚没有，呦，跑掉了，刚刚没看清楚。我们干脆全部给它粘了，这样子接触面积会比较大一点。接触面积大一点的话，那就不容易跑掉。来，试试看。反正这个我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啊，只要救得起来，我们就赚一个轴心，一个轴心也不便宜。那现在来开始指挥停组合，组合上去，好像可以耶，要把它对准终点。要卡住终点哦，用力一下，
用力压。它这个你不能让它有点偏移，你要看一下中间这个孔，对，这个孔，它有一些胶跑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胶跑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待会拿那个轴心，刚刚那一只轴心哦，再把它通一下，不然怕等一下干了哦，整个戳不进去。就先让先静置一下，我们来拿轴心。啊，这只轴心来了，轴心好来帮它通一下，我看看，通一下，哎，可以通，可是有点卡卡的，有点卡卡的，有点怎么会这么紧？卡住了，惨了，拔不出来。它整个被卡住了啊！糗了。那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我们先把它先处理一下。用敲的，这样往下敲，它这个就出来。那这个就因为有刚刚的胶哦，所以真的要小心。所以我们刚刚在涂的时候，这个边边这边啊，真的是不要涂太多。涂太多的时候，到时候你这个整个轴心会卡住。这轴心是塑胶做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你要让它可以通。哎呀，我是不晓得说它那个实际上这个长短是多少，你要自己去抓一下。像我这次在弄这颗轴心，这样子就会变比较紧了，不会这样滑来滑去，这样就比较紧一点。那我现在是不晓得说这有多少，哦，差很多。刚刚很滑，现在因为我们涂了胶在这边之后啊，它变得很卡。你看，你看我用力推，我看。推才可以动一点。来，我们就让它先静置一下吧，静置一下看，待会儿干掉可不可以？那你要先确认一下，就是说你在装轴心的部分，这个轴心啊，这个有点脏，擦一下哈。你轴心要插进去的这个长度是不是刚刚好可以的？是不是符合它刚刚好的？这要先确认，两边都要先确认。那不行的话，赶快把它搓一搓，那它这样就可以动，好吧？那我们去检查一下它跟那个我们马达的接触的那个头，看是不是深度可不可以进去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轴心戳进去看看，放进去，看它是不是可以在那个位置，是不是要让它进去？对，要让它伸进去一点，你就要让它伸进去，你就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就要让它伸进去。这样看得到吗？这样斜面才看。你要让这一根可以刚好卡在这个底下，这个长度刚好就是那个轴心要的。然后你看我们这样抽起来，它就可以。然后它的这个头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卡在里面，它只要一点点吧。可以，这个是可以，因为很紧的时候可以移动。那我们来确认这个位置，看它是不是可以卡在这里。你也不能太松，太松的话它就会太凸出来，你就锁不进去。然后太进去就会卡到这底下这个塑胶片，它整个就一直刮到最后，你这个塑胶片也会被它，就是要抓那个。有接触又好像没接触，这种薄薄的一层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这样弄。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把那个我们底下的那个封盘，这盖子把它锁上去，锁看看，看它锁不锁得上去。因为我们把这个洞要对这个洞，这个要对这个洞，要对到这边。看一下看看可不可以耶？看拯救计划可不可以成功？可以好像可以耶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先确认是说这样是可以装进去，它不会跑掉。好，那这一根的话，待会儿你看这样也可以抽出来。那待会儿的话，我们就来看看，等它完全干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运作，看是不是可以顺利。那假如可以顺利的话，就表示说今天的抢救活动成功。那不行的话没关系，我们死马当活马医，
一的好，算我们赚到；一不好，那本来就要换掉，那就换吧。在我们在等待那个刚刚那个轴心呢要干的时候啊，它连接要干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该做什么事呢？来保养我们这个圆筒的这个胶条，这个 plug-in， 这个破紧的这个欧环。这个欧环呢，你时间一久之后，它会比较干哈，然后它的那个可能软 Q 度哈没那么好，最好有人是说用那个细油，还是用某种特殊的油可以去保护这个欧环。那我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办呢？你随时说要去找一个什么欧环，我觉得是太难了啦。那我是都用这个凡士林，看不到凡士林，这家庭通常都会有的哈。那我就会取一些凡士林，把它挖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去涂这边边边。那因为凡士林不溶于水，所以它本来就是可以涂身体的。那你看，你这样把它涂完之后，边边再把它涂一层薄薄的，到时候你再套上去，你整个圆筒上面啊，它就不会因为这个欧环它老化之后，你边边就会渗水出来，因为它这个有一些算是油脂吧，它可以把这个缝把它填起来。那你就是要记得在你圆筒清理过之后一段时间，你就把它上一层欧环的这个保护油。那你把这一层让它涂一涂，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到水里会怎样，因为它不溶于水，它就是油了。那这个人都在抹了，我想这个鱼缸里面的生物也不会怎样。把它涂一涂，要不然你到时候盖上去你就会水会有渗出来的问题。那你就这样慢慢继续涂，把全部都涂完。那我们就待会儿等它那个刚刚轴心干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来组装，看看这边今天的改造是否成功。我们轴心刚刚已经都粘好了，然后让它也静置了半小时。那这样去动它的话，它也不太会掉。那这边里面是一个塑胶，所以它是可以有一点转动。可是你看这边跟这边原本磁铁跟塑胶线连接的地方断了，现在已经可以动了。那这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成功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赶快塞进去吧。那塞进去看看，我把它塞进去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再把它往内推一点，让它可以这样稍微这样动。OK。然后你让它有点贴近这个后面这个塑胶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一颗后面的这个盖子就可以。它盖子里面有一个那个橡皮垫，这个记得不要忘记要把它塞进去啊。这个它是可以塞进这里的，它原本是这样子做，然后是跟这边可以产生一个中间的一个链接，比较不会直接就吐到这个塑胶片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塞进去了，来把它盖起来呀。锁上去，好了，盖起来，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始了。我们要来测试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我来开一下马达。没有动，怎么没有动呢？再测一下来。刚刚这个不会动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间这根卡死了，所以因为我们在上胶的时候啊。刚刚不是说这个卡住，这整个轴心就不太动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在转的时候，整个就卡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回的来搓，帮它搓的，让它可以滑顺。很像打气一样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大家不要想歪了那你看这样搓完之后，这个轴心中间就是空的，这样就比较可以，中间那个胶就可以被我们搓开了。那你看这个轴心就是滑的，但等一下这个就可以动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吧，等一下把它
戳进去看看它到底会怎样。来试一下，来，关一下来看看啊。好，我们再来打开看看可不可以。哇，动了，成功了！恭喜各位，我们又省了一个轴心的，所以遇到这个状况自己修是可以的哦。来看这样 ，OK， 但现在是这个角度不太行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声音。这个声音的话，我们待会要来看一下，再如何把这个异音改掉。我在想说，这是不是因为在空中的关系？它在水中应该是没有这个声音吧？我看一下，看清楚再转。好，我现在测试一下，看在水中会不会有声音。我们把这个空气啊，整个排出之后啊，整个马达在运作就不会有声音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改造这个圆筒的轴心算是成功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来看看有哪些其他的机械方面出现问题，我们再看可不可以进行改造，让大家省更多钱。当然啦，这改造的是 DIY 的乐趣无穷。那我们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